大家好，我现在河南洛阳。《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很多人以为《三国演义》三国是从那个曹操、袁绍那些人开始的，其实不是啊。那个时候还是那个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是曹丕称帝啊，基本就标志着那个三国的开始。而千百年来，曹操的墓、曹丕的墓都是一个谜啊。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曹丕传说中的墓，就在我身后这里啊。公元226年。当了皇帝6年的曹丕去世，享年40岁。曹丕呢，我们非常熟悉，就是他跟那个曹植争宠，就是争夺储位啊。还有就是说他那个七步诗，这个是流传千古的。千百年来，关于曹丕的陵墓，他的陵墓是叫首阳陵，在哪个地方一直是找不到，只是说在汉魏洛阳城的东面。为什么会找不到呢？因为在两汉时期，大多数陵墓呢选择后葬，像汉武帝的、刘邦的，这些都是后葬，就是陵墓有很多东西，特别是很多地面建筑。但是曹魏开始呢是提倡薄葬，特别是他的父亲曹操就开始提倡薄葬，死后葬礼就比较简单。听说墓内不藏金，不藏珍宝。曹丕34岁当皇帝时，36岁选择首阳山作为他的陵墓。经过东汉末年的那个战乱，曹丕深知那个陵墓修建的太豪华，肯定会被盗墓贼盗的。因为当时东汉末年的话，两汉时期的陵墓基本是被盗了，所以曹丕呢就觉得他死后他的陵墓要简单，墓内呢什么东西不要放，就简单一点，并且呢陵墓要因山为体，不建陵寝。不修神道，还有呢，要求后宫人员呢不用陪，他死后后宫人员那些都可以回家，所以呢，他开创了薄葬的先河。听说当时汉朝的汉文帝也是薄葬，但是这个更难讲，因为也说不清楚，众说纷纭。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说啊，让那个陵墓啊，简单一点，让别人找不到，并且他说。那个陵墓，你们后代都不用来祭奠了，无所谓的。所以呢，曹丕对他的后事安排是很明智的。但是有一点，明智归明智啊，曹魏的时间不长，后面被司马家族篡夺了江山，所以他这个墓呢，后面来我们说的祭拜的人是越来越少，最后呢，消失在历史的河流当中。很多人说，你可能在那个首阳山附近很好找啊，其实不好找。因为北邙山脚下陵墓太多了，特别是偃师这一块，大大小小的这样封土堆数不胜数，所以根本就不知道那个陵墓是谁的。曹丕去世之后，他是5月份去世，6月份葬在这个首阳陵，其实都是按照他的要求来的，实行了薄葬，墓主没有封树，也没有建寝殿，没有神道等设施，所以致使后人无法知道他墓的确切地点，成为历史上的千古悬案。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的陵墓被确为是首阳陵曹丕的呢？当然这是一个民间传说，在村子里面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村民都说这个是曹丕，因为一直村落流传下来的记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在近代，在1918年和1930年出土的其他人的墓中记载，断定了西晋的皇陵在首阳山那个旁边，由此推断呢，这个曹丕的陵墓应该在首阳山南麓。后面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一些文物，就是说有天子的那个葬仪啊，就是我们说的九流冕，象征天子身份的，还有一些翡翠彩石，还有呢有天子所带的通天冠帐金帛衫，所以呢就证明这个地方是曹魏的帝陵。那曹魏的帝陵，曹操的不在这里，那么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就是曹丕的，因为曹睿的不在这个地方。曹丕这个人我们不用多介绍了，他确实非常厉害，能够继承曹操的那个我们说的位置。但是有一点呢，他为了当皇帝啊，跟世家那些大族妥协了。其实他也就是当时那个争夺我们说的曹操继承人的位置，他是属于世家的代表，而曹植呢可能是寒门士族的，只是他是作为世家制度的赢掉了。后面呢，他为了称帝就妥协了。同意了世家那个9品征政制度，所以呢，从那个时候门阀士族就完全控制了朝政。还有一点呢，曹丕比较刻薄，他呢把曹家的宗室啊限制得很厉害，这个也就是可能为那个司马懿能够篡夺他那个曹氏江山的打下了一个基础。
像曹操那个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呢是那个宗室，就是曹操的那个我们说的家族，还有寒门那个集团。但是曹丕登上皇位之后，他就把这些改掉了，限制了他的那个宗室啊。然后后面的托孤那个就是选择司马懿还有那个陈群这些人作为辅政大臣，他当时给予了那个司马懿军权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了隐患。结果在他死后20多年的时间，曹魏江山基本就是断送了。我们现在去那个封土堆里面看一下，现在剩下的这个土堆啊，其实不高。听当地的村民说，之前这个封土堆是巨大无比的，现在高度的话可能就7、8米高，宽度的话比较小一点。我们去里面走一走，它这个现在已经被一些少树木包围着，里面呢可以走进去的，有很多的痕迹啊。里面那个封土内部结构我们也能看得到，周边现在都是农田了。这里有2个巨大的山洞，不知道是不是盗洞啊？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往前走一走，看看它这个封土堆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这跟城墙是不是有点区别？这些就是夯土啊，在这里就能够发现这个夯土是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一层一层，然后往前看一下，估计也被盗了。尽管说没人知道它是黄帝陵，但是也有盗墓贼来的。看下面，已经有洞穴了。这个估计大家都没有见过封土堆内部的结构吧？就是陵墓里面内部的结构啊，这个有点特殊，我也很少看得到啊。这个有点像盗洞，这里有个洞，等一下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洞，所以可能这个都是当年被盗的痕迹，可能是。大家猜是不是盗洞啊？这里是有点塌方的感觉，一层一层的，它这个夯土跟我们说西北那个城墙一样的。这个是旁边的一个巨大的洞啊，走上去看看。我感觉这里更像盗洞的感觉，然后你再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地宫的入口一样的？大家说像不像？这个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个砖石墓啊，这里像有点炫的，然后这个是墓道，当然这里可能不是啊，但是我估计刚好这个封土的核心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过现在可惜了，这个下面可能是回填了。如果是当年的话，这里应该就是属于地宫内部的样子。也有可能这里就是盗洞啊，当年因为这里到上面都是那个通的。这个曹丕的首阳陵，曹丕的陵墓我们就看完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观一下曹丕的陵墓。然后旁边听说司马懿的陵墓离这里也不是太远，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尽管这个是民间传说的曹丕墓，但是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真正的曹丕墓一样来看待。